欧美 No Sleep 系列，叫做贝特西的洋娃娃。和很多人一样，我有个悲惨的童年。在现在这样的社会，有谁不是这样呢？我的父亲在我出生时就离我而去，而我的母亲带我回到现在这个家时，就已经是重度药瘾了。之后，她就重新回到派对般的生活。我们家因此变成鸦片毒窟。我人生开始的前5年，就生活在这个充满药味、烟雾弥漫的屋子里。毒品产生的烟从客厅蔓延到走廊，然后从我房间门下钻进来我的房间，几乎整天都是这种味道。我的母亲其实不是个坏人，她只是个有毒瘾的受害者而已。当她有闲钱时，就会买些食物放在屋子里，或是去超市帮我买几件衣服。我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组床垫和床被单，还有一个蓝白相间的玩具箱，里面没有几个玩具了，只有3个生日拿到的礼物，一个是彩虹鼻祖，一个是红色的玩具马车，而最后一个是我的最爱洋娃娃贝特西。贝特西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常常一起玩扮家家酒，一起睡觉，一起洗澡。而有时候我会记得他对我说的话。长大后，当我想起贝特西，我才了解到我的童年是有多么的凄惨。小时候我常常因为毒烟影响，导致那时候的记忆似梦非梦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，而我却还记得他的声音，高声调，如铃铛般的声音和节奏。我也记得他要我做的事，如帮他偷食物，帮他拿刀叉，帮他打睡在我家沙发上的男人，都是会让我惹上麻烦的坏事。而我会将这些错事归咎在贝特西身上，但是我妈根本不相信我。大人们永远不会相信这种鸟事。在我6岁生日时，我要求我妈帮我办个生日派对，我想要邀请几个女同学，请她们吃蛋糕，让她们喜欢我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厨房里拿着一瓶苏打汽水，满脸期待，屏气凝神地等待我妈回答。母亲转过头对我笑着说：生日派对，罗拉，太可笑了！我根本没有办法招待15个不是我小孩的小鬼，连我要养你都有点困难了。你超会吃的好吗？还是说其实是小贝特西才是这样？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吃了。我失望透了，看着母亲摇摇头并走开。我听到客厅随着音乐响起，有更多人走进来，有些正要走，有些待了下来，但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。母亲老是在开派对，那我呢？我是小孩耶。我其他的朋友都会开生日派对，而且班上老是欺负我的那几个，又会笑我太穷，然后继续变本加厉。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，我奔回房间，并且大力地关上门。贝特西在床上笑着，他总是笑笑的啊，我怎么会忘记了呢？就是那样笑着，并且望着我。他大概又会叫我去做些坏事了吧，像是偷东西，或是更糟的事。这都是贝特西的错，他不用去学校，所以他根本不会惹到一身麻烦。我相信这一切的事都该迁怒于贝特西，不是我妈。我愤怒地大叫，并把水瓶用力地丢到床上。贝特西被水瓶砸到了地板上，我用水瓶继续朝他砸呀砸。我为了惩罚他而把他的洋装撕烂。之后我大笑着把贝特西拖到旁边的玩具箱，然后把它扔进去，接着一脚把玩具箱踢到墙边。我不想再看到贝特西了。之后我人生中就从来没有再拥有过洋娃娃。2个礼拜后，有个警察和2个看起来很好的阿姨带我离开，并且找到我的新家。有吃的，有玩的，终于没有药物了。当我被送到新的寄养家庭后，送我来的马车离开了，行李也被丢进仓库。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妈了。当我长大一点后，收养我的父母告诉我亲生母亲正在吃25年的牢饭。对她我也没有特别感觉什么，倒是因为她我时常还会做噩梦。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，母亲从监狱那里写来的信我都忽略掉。她在我青少年时期
常常想要和我说说话，但我都不接他的电话。就直到这一天早晨，当时我已经30岁了，我有我的孩子和深爱着我的丈夫，有间漂亮的房子，2只狗，并担任着试着改变像我以前那样人生孩子的社工。当我从语音电话中知道我妈假释出狱了，想要跟我说几句话时，我觉得我已经够坚强，能听她说事情了。小孩那时候在家，所以我就离开屋子，到后院的小屋去回电。这个小屋是现在孩子们的地盘，他们夏天常常在这里玩。我坐在他们现在用来玩扮家家酒的玩具箱上，并且回拨了电话。电话响了3声。Hello， 是罗拉吗？ Hello， 妈妈，最近好吗？哦，罗拉，你终于愿意和我说话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有自己的家庭和人生，我想找机会认识他们哦。我只是想为我以前做的种种跟你说声抱歉。你绝对不准接近我的孩子，绝对。既然你打给我了，那我也要表达我的立场。鸦片、海洛因，就是这些东西摧毁你的母亲，而你差一点也把我拖了进去。说实话，我很讶异你拖了那么久才会被抓到。被抓到，罗拉，我知道事情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听着，我知道很难了解，也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这样，知道为什么你绝对不让我接近你的孩子。我在狱中信了耶稣，和知道如何原谅等等。而且，罗拉，我真的对贝特西感到抱歉。贝特西？我停顿了一下，有点困惑。你干嘛提到他啊？我知道，罗拉，相信我，我知道侏儒派对、毒品这些都是我的错。而至于贝特西，天哪！如果我当时能够看得清楚，如果我早点知道他会不见，都是我造成的。我妈开始哭了，我开始有点不耐烦的用手指敲了敲玩具箱。看来毒品真的把她脑子烧坏了。妈，你干嘛提到贝特西啊？你干嘛那么在意他？而且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就在我下面。你在说什么啊，罗拉？天哪，他在哪里啊？我稍微挪了个位子。贝特西就在箱子里啊。我相信我妈挂了电话，电话那一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连喘息声都听不到。你说你妹妹在箱子里是什么意思？我妹妹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你毒瘾又发作了啊？贝特西只是个该死的娃娃，一被逮的前几天就被我锁在箱子里了。罗拉，天，不，罗拉，我不是因为吸毒才被抓的，我是因为贝特西失踪才被逮的。你只管他叫洋娃娃，但我以为你事实上是知道的。天哪，罗拉，你到底干了什么啊？你到底对贝特西做了什么？我吃了一惊，面无表情的我放下电话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我可以听到电话中母亲悲痛的哭声，我胸前感到一阵刺痛，以前的记忆纷纷回到我的脑中，正如洪水般涌入我的意识里。我顶着门，已经锁上的门，我几乎忘了这一扇门的存在。但是，难道是小时候心理创伤和毒物的影响？我以为那个小孩就是一个洋娃娃吗？要食物吃，要餐具，要我保护他不被坏人欺负。不，我慢慢转过身来，并且低下了头。当然，这么小的箱子根本塞不下一个人啊。但是如果是一个瘦小、瘦饿、如皮包骨的小孩子呢？一般人也不太会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，因为箱子真的很小啊。我跪在地上，把箱子的环扣打开。最好是不要看，要是看了，我目前所得到的新人生和种种都会毁于一旦。我不该打开来看的，我应该把这个箱子直接丢到垃圾堆中，然后彻底忘记这个箱子的存在。我不应该打开来看的，我还是打开了。我根本从来就没有洋娃娃，我妈根本买不起，我也根本没有一辆玩具马车。但是我是真的有一个玩具箱，
一个蓝白相间的玩具箱。而当我5岁时，我将我2岁的小妹杀了，然后丢进玩具箱。然后现在我的一生已经完了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朗读的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。如果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米娜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